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解说一下铃木佑先生的不老长寿的方法，一直到去世都保持年轻是最大的武器。本书是作者从1970年代到现在发表的抗衰老文章中提炼出了高质量的内容，参考了约3000篇文献，并向哈佛等机构的专家征求意见，选取了科学有效且平衡的技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执行本书介绍的内容。大家知道世界上存在着拥有年轻心态和健康身体的人吗？在许多国家，健康寿命大约为70岁，但是有些人即使到了100岁，也依然活力充沛，能够自如地行走、演奏乐器、进行复杂的思考等。这些人究竟生活在哪里呢？他们就是居住在意大利撒丁岛的人们。这个岛是全球100岁以上老人最多的超长寿地区之一。据统计，这个地区的100岁老人比例是一般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本书的目的就是从他们身上学习，从科学的角度探讨抗衰老的要点，就像撒丁岛的人们一样，通过参考拥有超越常识的年轻心态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心灵和身体的潜力，达到享受健康长寿的境界。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10几年中，人类对衰老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揭示了保持外在和内在年轻的关键点。当然，老化对于所有生物来说都是无法避免的命运，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像拧回钟表一样回到年轻状态。这个内容听起来非常有趣吧？那么我们马上就来深入探讨本书的内容。今天的内容如下：首先是理论部分，讲述在痛苦和恢复的周期中实现年轻化的方法；然后是实践部分，分别介绍正确施加痛苦的方法和恢复技巧。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这些内容。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理论部分中关于在痛苦和恢复的周期中实现年轻化的解释。对于实现年轻化或者长寿，大家可能会想到应该做些什么呢？比如饮食方法、皮肤护理、改善生活习惯、放松等等。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抗衰老方法，每天都会有新的技术诞生，只需稍微在网络上搜索，就会发现大量的信息。这时候人们就会陷入困惑，不知道哪些信息是科学有效的。要从这些信息海洋中找到正确的信息，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实现年轻化的基本过程。因此，本书在逐步引导我们进入实际操作的细节之前，首先介绍了抗衰老的基本思维方式。据作者所说，在涌现的大量抗衰老方法中，如果从数据中挑选出真正有效的方法，它们共通的关键点其实是相同的。正确的年轻化技巧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存在。虽然很多书籍只是列举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比如保养肌肤、摄取营养丰富的食物等，但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解释了抗衰老是如何发生的基本思维方式。如果您能理解这一点，就能够在信息泛滥的情报中自行判断哪些是虚假信息，哪些是正确的信息了。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抗衰老技巧中共通的一个原则。真正的抗衰老法包含以下3个阶段：一、故意给自己的心灵和身体造成伤害的阶段；二、彻底恢复受到伤害的身心的阶段；三、循环进行痛苦与恢复的阶段。本书提到的技巧重点就是反复进行痛苦与恢复的周期。掌握了这个原则，就能减少在大量信息中迷失方向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地解释刚刚介绍的3个阶段。首先是第一阶段，故意给自己的心灵和身体造成伤害的阶段。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这句话简洁地表达了德国哲学家尼采对人类恢复力机制的看法。比如，年少时参加社团活动时被前辈大声斥责，这种经历让你学会了耐心，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最终对你的职业发展有所帮助。这样的经历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虽然像权力迫害这样的不合理困难是不可接受的，但适度的痛苦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能力。运动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通过给身体适度的负荷，
可以提高功能和促进成长。举个例子，健身训练就是有意识地给肌肉施加适度的痛苦，这样可以破坏肌肉纤维，使肌肉更加发达。桑拿也是同样的道理，通过给自己适度的负荷和痛苦，有助于改善心脏和血管功能。适度的痛苦不仅对身体有效，对精神也是如此，因为它可以促使心理成长。举例来说，2018年，剑桥大学等团队研究了学生的痛苦经历与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经历过负面经历次数较多的被试者在记忆力和注意力方面表现较好。虽然过度的创伤可能导致 PTSD 等问题，但适度的不愉快经历有助于锻炼大脑的灵活性。这就是心理学中所称的创伤后成长现象。团队发现，负面经历有助于发展认知控制技能，许多人在度过困境后拥有更强的恢复力。虽然没有人愿意迎接负面经历，但人生中的逆境确实有助于个人成长。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可以尝试将其看作是对大脑的训练，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我们的潜在恢复力是在经历痛苦后被唤醒的。首先是给自己带来痛苦，然后通过从痛苦中恢复来实现成长或年轻。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彻底恢复受到伤害的身心的阶段。有句格言说，对训练严格要求，但对休息更要严格要求。这句话在体育界广为人知。锻炼身体需要严格的训练，但恢复阶段同样重要。对于抗衰老来说，痛苦是必须的，但若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会影响身心健康。要将痛苦转化为年轻的力量。恢复阶段至关重要，比如在健身训练后给肌肉充分的休息时间，才能促使肌肉增长。想要成长或年轻，必须经历痛苦后的恢复阶段。例如，对于有效的抗衰老运动，可以简单概括为运动等于训练加休息。谈及运动，许多人通常只专注于训练方法，比如针对脂肪燃烧的练习和正确的姿势等。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深入思考过正确休息的重要性呢？研究表明，像天才和顶尖选手这样的人更加重视充分休息的重要性。他们充分认识到正确休息的价值。突然被告知要休息可能会有些困难，因此让我们掌握正确的休息方法吧。正确的休息方法可以分为以下3个步骤：一、明确休息的目标；二、确定达成目标所需的休息方式；三、务必按确定的计划休息。休息的目的可以是任何事情，比如为了肌肉增长而休息，或者是忘记工作，等待大脑的灵感。请选择适合你生活方式的内容。关键在于，当有空闲时，要学会休息。这并不是临时抱佛脚式的随意休息，而是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充分休息。这才是彻底休息的真正含义。如果一直想着有时间就休息，或者工作一段落就休息，最终可能无法真正休息。因此，需要预先规划休息时间。这种态度能够培养我们的控制感，继而确保身心的彻底恢复。这和在抗衰老中，痛苦和恢复的重要性是完全相同的，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实现身心的年轻化。简单来说，痛苦和恢复各自有着以下作用：一、痛苦启动年轻化系统；二、恢复使年轻化系统得以执行。仅凭痛苦的刺激并不能增强身心，必须持续进行正确的恢复阶段，否则年轻化系统不会启动。可以说，痛苦和恢复是抗衰老的双轮驱动，要注意不要偏重其中一方，而应该保持平衡。接下来是第3阶段，循环进行痛苦与恢复的阶段。刚才我们解说了，在抗衰老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痛苦并在之后恢复的过程至关重要。通过这种反复的恢复阶段，我们才能实现年轻化。实际上，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萨丁岛长寿村的例子一样，他们每天都进行适度的痛苦和恢复循环，通过不断挑战生活的苦难，他们保持了惊人的身心健康。换言之，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本书关于抗衰老的要点，
那就是为了使你的心灵和身体年轻，适当量的痛苦是必须的，同时彻底的恢复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这2个阶段的往复，将会产生正向的循环，你的衰老速度也会变得更慢。然而，问题在于很少有人能够正确实践痛苦和恢复的往复，需要逐渐增加正常量并提升基线，这是必要的。痛苦和恢复都需要适度，超出这个范围会导致压力过大或者刺激不足的状态。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可能导致加速身体的老化速度。合适的痛苦量因个人生活方式和遗传基因而有很大不同，没有所谓的完美标准，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痛苦和恢复水平，这需要一定的努力和调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掌握了成长的机制和抗衰老的基本机制。由于很少有书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解释，因此请大家务必牢记这些重要的知识。我之前只知道对于成长来说，需要反复经历痛苦和恢复的过程，但并不知道这个过程对抗衰老也有益处。这真是开阔了眼界的信息。在掌握了这些重要知识的基础上，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实践部分，正确施加痛苦的方法和恢复技巧。首先是正确的施加痛苦的方法。第一种让您正确施加痛苦的方法是给精神方面施加适当的压力。说到这，有人可能会有精神压力不好吧这样的疑问。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精神负担有老化型压力和年轻化型压力这2种类型。老化型压力是指头脑中反复出现的人际关系问题或生活不安等导致的持久心理负担，而年轻化型压力则是在努力实现某个目标时产生的精神紧张感。这种年轻化型压力指的是当你致力于实现重要目标时所感受到的心理不适，比如完成马拉松、减肥、创业、长寿等目标。只要你真心认为这些目标很重要，目标的类型并不重要。这种压力能够给你的大脑带来适度的刺激，这种刺激对大脑有益，因为它能帮助你更好地适应痛苦。要点就是让自己承受稍微难以忍受的不适感。比如，假设你想要增加收入，但又不擅长与他人交谈，那么为了突破这种局面，首先你需要设定一个你能够勉强承受的风险，比如向家人倾诉烦恼，在大型聚会上做简短的致辞，或者向可信赖的朋友透露你一直隐瞒的事情等等。这些行为虽然不会让你感到像是第一次与陌生人交谈那样的紧张，但会让你感到心里有些许不安。这是从小处开始挑战的过程，因为任务的难度因个人主观感受而异，所以选择一些稍微有挑战性但又不至于完全难以接受的行为是这个方法的关键。刚开始时你可能会感到困惑，但在实践过程中感受到轻微的不安或烦躁感是这一方法有效的证明。因此，请放心并继续挑战自己。相反，如果你感到无聊，那就意味着你的大脑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如果你感觉不到任何压力，那就选择更具挑战性的行为吧。这一方法的最重要之处在于你持续接受轻微压力的积极行为，只要不放弃这一点，就能够得到效果。第二种让您正确感受痛苦的方法是逐步增加锻炼负荷的进展式锻炼。如其名称所示，这种方法是指逐渐增加运动负荷的方式，旨在逐步提高痛苦水平。运动对抗衰老至关重要，这一点无需多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了运动对年轻化的积极影响，如外观年轻化、改善大脑功能、改善肌肤、防止细胞老化等方面都与运动有关。然而，将运动作为抗衰老工具时，最关键的是逐步提高身体所能承受的负荷极限。同样的运动对不同的个人而言，最佳水平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对于专业运动员而言，散步可能并不会对肌肉产生明显强化效果，但对于从不运动的人来说，进行同样的运动可能会导致过度疲劳。为了避免运动过度，首要任务是合理并逐渐提高负荷水平。可以从一些日常活动开始增加运动量，比如看电视时擦拭地板，每30分钟工作休息一次，并进行10分钟的散步，
或者有意识地提高步行速度等。也许你会认为这些活动对身体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这些日常活动每天却能占据15%到50%的能量消耗，因此它们非常重要。关键在于逐渐增加多种活动的量。例如，一个从不爬楼梯的人开始一下子放弃乘坐电梯，可能会太过突然。同样，对于不经常做家务或打扫的人来说，每天擦拭地板可能也不现实。我们可以从每月擦拭一次地板增加到每周一次，或者从现在的步行时间从30分钟增加到40分钟等等。一点一点逐渐增加多种活动的负荷量是关键。当您逐渐适应后，就可以增加日常活动的负荷，无需特意去健身房锻炼，只需在通勤或家务时稍微增加负荷即可。例如，每次跳过2个台阶爬楼梯，在原来需要10分钟的擦拭地板任务中，只花5分钟完成，或者将平时的步行速度加快1倍等等。虽然这些活动看似不像运动，但最新研究表明，适当增加日常活动的负荷也能被视为高质量的锻炼。因此，首先要做的是日常活动，然后逐步意识到增加日常活动的负荷。接下来，我们再提高一个级别。当您适应了增加日常活动的负荷后，可以进一步提高锻炼的难度。下一步是开始散步。步行作为非常好的锻炼方式，本书推荐每天进行20到30分钟的散步。当您适应了散步后，可以进一步提高锻炼的难度。下一个级别是进行间歇性步行，这意味着您慢走3分钟，然后快走3分钟，这样循环进行至少5次。这种方式可以提升步行锻炼的强度。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对于想要进一步增加强度的人来说，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如 SIT 和 HIIT。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无法详细解释这些方法。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IT 和 HIIT 的运动方法，会有很多解释得很清楚的视频。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正确的恢复技巧。经历了痛苦后，回归正常状态非常重要，因此，让我们探讨一下恢复的重要性。经历痛苦和恢复的过程是抗衰老的根本。首先，大家都会认同的是要注意饮食和睡眠，这是很明显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恢复因素。然而，由于大家都知道这点，所以我只简单提及饮食和睡眠的重要性。我将重点解释一些可能不常听到的恢复技巧。首先要介绍的是一种名为摆脱洗脑 （deprogramming） 的技巧。这个技巧旨在改变心态。在抗衰老科学的世界里，有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幸福的人更容易长寿。多项研究证实了乐观的人寿命更长的事实。哈佛大学对70021人的健康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显示，乐观的人生存率比悲观的高出29%，患癌症的风险降低了16%到95%，有52%的人表现出更不容易感染疾病的趋势。哈佛大学对71720人进行的类似研究也报告称，乐观的人相较于悲观的人，其长寿率提高了50%到70%。乐观思维的好处几乎毋庸置疑。幸福的人之所以显得更年轻，尽管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许多研究者强调以下3个关键点：一、幸福感高的人活跃度更高，不自觉地增加了运动量；二、乐观的人即使遇到不幸也能很快恢复；三、乐观性减少了压力，改善了免疫系统。乐观思维自然地调整了生活方式，并且有助于消解日常压力，从而对生物学功能产生良好影响。幸福并不是因为年轻而得来，而是因为幸福才显得更年轻。这是抗衰老科学的结论之一。尽管乐观思维对健康有益已经得到确认，但现代社会也存在一种阻碍的思维方式，即年龄歧视。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对老化持负面印象的观念，比如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认为年龄增长就会导致身体出各种问题，认为老年人固执己见等等。这些消极的想法都属于年龄歧视的范畴，这些都是不好的。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老龄化，
研究也表明，对待老龄化持积极态度的人，患认知症疾病的风险更低。积极思考有助于减轻压力，就像是一道防御认知衰退的屏障。这些结果凸显了对抗年龄歧视的重要性。长寿地区往往不存在年龄歧视，例如，在撒丁岛几乎不存在年龄歧视，即使年龄增长，人们依然受到家庭的尊重和关怀。然而，我们的思维模式像生活习惯病一样深入骨髓，要想突然改变对老龄化的积极印象并不容易。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进行摆脱洗脑，这意味着进行一系列工作，以减轻您大脑中关于老化的负面印象，从而增强乐观力量。摆脱洗脑有多个级别，请根据您认为合适的范围来执行这个过程。首先是第一级别，请减少外观自检的次数。许多人会不经意地检查自己的外貌，在现代社会，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可能会损害您的心理健康。摆脱洗脑的第一个目标是减少看镜子的次数。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表明，限制自我检查的人群能显著减少对自己身体的不满和负面印象。相反，自尊心会增强。因此，作为第一级别，请减少外观自检的次数。第二级别是断开社交网络。近年来，社交网络被认为是年龄歧视的温床。例如，在 Instagram 或 Facebook 上每天看到名人或名流上传的照片，会逐渐灌输负面的外貌印象。数据显示，这种趋势导致人们对外貌持否定性看法。接下来是第三级别，进行年轻化。尽管进行年轻化可能有负面印象，但在抗衰老领域却是另一回事。时尚的年轻化不仅能提升精神状态，还能实际上使您看起来更年轻。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对50到200名男女进行了5项实验，研究了年轻化对外貌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仅改变发型或发色就可以使人感觉更开心，而且体内也会发生良好的变化。例如，将发型改为更年轻的风格的女性，血压普遍下降，身体也更容易放松。有趣的是，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给被试者提供了更年轻发型后的照片，并请第三方评分。结果显示，他们的外貌被评价为比之前更年轻。实际上，进行年轻化的效果非常重要。作为抗衰老的第一步，从改善外观着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是第四级别，即身心工作。身心工作指的是在运动身体的同时，关注和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瑜伽和太极拳是典型的例子，他们通过缓慢的动作、深呼吸和注意力集中来稳定心态，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近年来的研究显示，身心工作对减轻年龄歧视非常有效。许多研究者认为，这种效果主要归功于正确的瑜伽姿势需要对身体进行仔细观察。持续练习会向大脑传递准确的身体信息，最终改善因社交媒体和网络导致的身体形象扭曲的印象。您可以参加线上瑜伽或冥想课程，也可以观看线上指导视频，在家中进行同样有效。刚开始时，可以每天15到30分钟，持续2周左右，然后检查您的整体印象是否有所改善。通过执行这4个级别的自我调整，可以打破关于衰老的负面印象，培养乐观心态，获得客观的抗衰老效果。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饮食。尽管关于饮食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但有关抗衰老的良好饮食已被证实。关键在于提高饮食的质量，而不是关注热量。这种饮食方式被称为高质量饮食，尽量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增加新鲜蔬菜、优质肉类和鱼类的摄入量，同时增加纤维摄入量，并减少精制糖的摄入。这些都是被推荐的健康饮食习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睡眠。在通过高质量的饮食滋养身体之后，下一个重点就是正确的休息方式，即睡眠。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本书介绍的促进良好睡眠的技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保持卧室温度在摄氏18度到19度之间；
2. 不要在卧室放置时钟。3. 睡前进行充分的换气。4. 使用有重一点的毯子。5. 通过调节入浴的温度和时间，促进良好睡眠。6.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7. 摄取足够的食物纤维。也许你已经听说过其中的第1到第5点的技巧，因为它们比较有名。但第6和第7点可能不太常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研究表明，为了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摄入约120克到150克的蛋白质是必要的。这需要有意识地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否则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同时，摄取足够的食物纤维也能提高睡眠质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食物纤维不仅有益于睡眠，对身体健康也有很多好处。因此，要确保摄入足够的蔬菜和水果等食物纤维。对于无法从食物中摄取足够食物纤维的人，也可以考虑使用食物纤维补充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